Hello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有没有很久哦？好像一两周的样子了。Hello，感谢陈卓璇最帅的男粉给我许下了心愿，然后让我又有机会见到大家啦。Hello，我们先从什么开始呢？我们现在聊聊我们的二公，第二次公演的时候，嗨，染头发了，是染头发了，因为想在下一个阶段给你们看一点小小的变化，所以染了个头，这样好看，那就把这个发型半永久了，收了，真的吗？可能是美颜的关系，也可能是造型的关系，现在跟大家聊聊刚刚过去的第二次公演吧。第二次公演的时候，虽然我是 C 位，但是没有拿到撑腰王，有没有感觉很失落？其实还好，因为我当时在说撑腰王不是我的时候，当时那一瞬间是很失落的。然后回到了休息间，我就非常认真的观看了一遍自己的回放，认真的揣摩了一下我哪里唱的不好，刚刚有没有走音，有没有什么小瑕疵，然后看完一遍，还不错，然后就不失落了，就觉得还挺开心的，挺好的。说什么？为什么突然说对不起呀？别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啥呀？怎么就对不起了？嘿，真是。脖子是我的胎记，不是过敏了，不要担心。脖子是胎记。然后我就不是很喜欢把它遮起来，因为我觉得就是生下来的时候就带给我的，然后所以一般我都不太把它遮起来。然后入营这么久有哭过吗？入营这么久基本上不哭吧，我其实是一个比较不喜欢在镜头前掉眼泪的人，哭最多也就是热泪盈眶一下，然后就把它收回去，然后也不想你们担心，所以都应该是没有在镜头前怎么哭过。有一次没绷住是那个，会员节目的时候，就是突然给我们送了一个惊喜，给我们送耳返的时候哭了，那时候就是觉得，一直以来都没有耳返这个东西，然后觉得耳返是一个歌手的认证，然后就突然觉得自己被认证了，然后就很开心，就激动的没收住。头发是什么颜色呀？这个颜色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因为我先染了黑色嘛，然后它就漂不掉了，然后漂出来就乱七八糟就这个颜色了，是一个很偶然的颜色。然后之前在衍生节目里讲到，妈妈会时刻盯着你，在家里装摄像头看着你，你算是从小家教很严的那种吗？其实摄像头这个，不知道会不会大家就觉得哇，这个妈妈好恐怖啊，还拿个摄像头监视着自己的女儿。那我其实，我们家为什么有这个摄像头呢？其实最初的目的呢，是因为我们家有2只小猫咪，然后这个小猫咪就是我爸爸妈妈对它们的感情也很深，然后后来因为担心我一个人在北京很孤独嘛，就把2只小猫咪带走了，然后但是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会很想它们，所以就安了个摄像头，可以随时都可以看到它们，顺便呢也可以看看我。对，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也会怕打扰到我，但是又很想看到我，就可以刚好通过这个摄像头。摄像头反正放在客厅嘛，也就没什么，挺好的。然后家教很严，确实我从小家教是比较严格的。然后呢，我也从小的时候是比较听话的小孩。我做过最叛逆的事情就是，那个时候还在上学的时候去染了头发，就是可能比较爱美吧，就是那个时候做的比较叛逆的事情就是染头发了。今天这次没有 C 位，这次没有 C 位没有关系啊。就是我其实
入营前我们当时有填一个表，就是上面要写你来到创造营的3个愿望。我其中一个愿望就是在这里做一次 C 位，然后上次第2次公演的时候其实做了 C 位了，所以也没什么，没有遗憾，没关系。然后我相信肯定是因为旋风们太那个啥啦，你们每个人都跟我一样特别有主见，可能每个人想要我唱的歌都不一样，所以可能就没有集中在一首歌上，没有给一首歌没有把火力集中在一首歌上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River like a river， 我就会这一句，其他的词儿我也不记得。不要说对不起，哎呀，不要这样子。我们就是之后再继续努力嘛，反正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对不对？没关系啊。晚上吃的是什么啊？晚上吃的是什么来着？反正好像我今晚上还没吃饭呢，吃了个苹果，因为中间就是录制，然后又赶过来直播，然后中间刚好就没时间，吃了个苹果，刚好你们都说我胖了，我瘦瘦吧。唱歌啊，想听我唱歌啊？今天就是说想让我唱，算了，你们来点吧，你们想听什么？想听什么歌呀？你们不说，我就按照这个说了啊。说想让我唱一首《年轮》。开始啦。数着一圈圈年轮，封存，密密麻麻是我的自尊，数改一次次离分。我承认曾幻想过永恒，可惜从没人陪我演这剧本。好听，谢谢，谢谢。其实我就喜欢看你们说好听，然后就会很开心。还想听什么？算了，继续聊天吧。无极不都唱过了嘛？就看看视频，是不是？唱多了你们就烦了。然后继续聊聊吧。2次公演舞台都是甜甜的，以后会想尝试别的风格的舞台吗？其实我也知道你们很想看我尝试别的风格的舞台，所以呢，我很希望在未来的舞台中，我可以有机会跳一个炸一点的舞台，然后可以唱个 rap 呀啥的，因为这是你们的心愿嘛，是你们的期待，所以我很希望可以实现你们的期待。想看酷酷的舞。下rap 反正我尽力吧。继续聊。来到创造营这么久，觉得自己有变化和成长吗？你们觉得我有变化和成长吗？我觉得反正对我来说，首先是我的舞台经验肯定是增加了很多，然后自己在舞台上唱歌也变得更稳了，然后也更会调节在舞台上的那种紧张感了。其实更多的来到创造营，我觉得是学会了很多与人相处之道，然后跟大家知道怎么样去快速的磨合，然后呢也学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学会面对大家的质疑，然后也学会在这个质疑声中去调整自己的心态，然后还是保持每天开开心心能够继续正常的练习。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艺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，所以这个创造营也教会了我很多。心动也只是对你呢。哎呀，这一句真的是太酥了，当时当时我在想这句我可说不出来。我搞不了。凉凉啊，凉凉天一烈焰一身花色，落入凡尘上亲着我。不记得歌词了。
记性不行，我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到外界的音乐啦，朋友们，所以不要太为难我，我真的记不住这么多歌词。失落沙洲，我可以唱那么多吗？应该可以吧。失落沙洲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，回头才发现你不在，留下我迂回的徘徊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独自走入人海，除了你之外的空白，还有谁能来教我爱？哇，今天唱了好多歌。还想聊什么啊？对，脖子上是胎记，我感觉我每一次直播或者是有什么就会一直问这个问题，所以下次我准备在我的直播间打一个横幅放在这儿，脖子上是胎记。最近累吗？最近其实还行，就是公演完的这段时间，大部分就是调整一下，然后每天定时做运动啊，就是保持一下这个体力什么的，就没有公演准备的时候那么忙那么累。路演撞到头了啊！被你们发现了，因为那个动作就是因为之前一直在练习室练嘛，然后可能练习室的地板也比较软，然后就每次都是猛的一下哐下去，然后在练习室没有什么感觉，然后当时在那个水泥地上，然后因为看到大家也比较开心，然后跳的时候就比较用力，哐的一下是撞到一下，不过没关系，就是没事儿，小小的撞了一下而已，不用担心。夏天的风，夏天的风，我也不记得歌词。夏天的风，夏天的风，我永远记得，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。不记得了。今天不给吃的吗？那还不是你们许的心愿，不是让我吃东西。我都看到别人各种吃东西。你们可以下次就许愿说想看我吃什么什么，我就又可以吃好吃的啦。然后，但你们就不能说我长胖，对不对？那是你们要求我吃的。我想吃什么？我想吃，你们想看我吃什么，我就吃什么。对，今天的许的愿就是想看我跳性感或者酷炫的舞蹈，然后当时。好像大家也就是听说，觉得在节目里没有看够我跳那个 I'm Not Yours， 然后可能是因为时长的问题，然后就缩的比较短，然后所以我就要不今天给大家把那个 Dance Break 跳一下吧，可以吗？现在开始了，我们移动一下我们的镜头。在身里就可以，半身就可以，因为我，半身就可以，因为这是个站着的，可以，可以升高一点吗？这个，谢谢，可以再高一点，可以，好，来吧，我还好没有下半身就没有穿，就没有穿个训练服啥就来了，有点高，可以。OK， 来吧 ，I'm not yours。跳完了，哎呀，第一次在直播的时候跳舞，搞得我好紧张。
再把它搞下来，辛苦姐姐，谢谢。好，可以。哈，表情，嗨，今天穿的比较可爱。其实那天给自己打扮的挺酷的，那个妆还是我自己化的呢。我现在化妆技术，对，刚刚说到在创造营的成长，还有一个大的成长就是我的化妆技术有飞速提升，因为经常要自己化妆，然后就变得非常会。对呀，那天我是自己化的妆，然后，只有头发是老师做的，然后妆是我自己化的，可以吧？一般几点睡啊？我们就是不太定，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3、4点钟才睡觉，然后第二天可能一般也起得比较早。现在就是片段式睡眠。头型可以换换，对，今天所以就换了一换。下次头发也自己做啊！你们要求太高了，我好好练练吧。然后这样子，我们创造营的化妆师们都可以多休息一会儿了。好。再聊最后一个问题。上次有说到心态不会轻易崩掉，在线求一个好心态的保持绝招。保持的绝招，其实我觉得，就是要学会安慰自己吧。有一个酸葡萄和甜柠檬的定律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？就是有点像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那个意思，就是如果一个东西你怎么努力都没有得到它的话，就安慰一下自己说这是最好的安排，得不到说不定就会未来得到些什么呢？得不到说明那个东西不好。对，就是乐观一点，然后有的时候要好好调节自己的心态，才能更快的感觉到幸福。最好的朋友是谁？哇，这个问题太得罪人了，我可不回答。最好的朋友，其实反正，我现在我觉得我这么一个慢热的人，在这个营里一开始真的很不会交朋友，然后我还一直跟自己说，我来这里我不是交朋友的，我要把我的舞台做好。然后，就是觉得，交到朋友就是幸运吧，交不到也没关系。然后，但是因为真的大家又没手机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大家现在一起住在一起，就是很容易产生友谊，所以跟很多人都变成了好朋友。然后，而且我们在营里还开始学会了做饭，因为在营里我们就是现在开始觉得我们每天吃盒饭太单一了，然后就开始自己创作各种吃的，就是比如说把小蛮腰冻起来呀，然后或者把水果冻起来呀，或者切一点水果放在小蛮腰里冻起来呀，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一点丰富的事情，开开心心的每天都，然后像我的室友雪瑶，也老是在房间里给我煮绿豆汤啊什么的喝，对，我们每天所以过得还是挺好的，大家不用担心我。怪不得有肉肉了。对，就是因为营里的姐妹们都把我照顾得太好了，然后每次就他们一做吃的就会给所有人投食，然后我呢，我就开开心心的接受。我就每次他们一投食我就吃了就吃了，就胖了，也没有很胖，就是胖了可能一点点吧。我还是在努力的保持好我的身材，然后不让你们觉得我胖了啊。然后现在时间好像是差不多了哦。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延续一下原来直播的时候的传统吧，然后走的时候跟大家倒数10秒，然后接下来即将要直播的是一凡，然后10秒钟倒数，我们就拜拜啦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
2、1。